只因为我忘记给初恋的宠物狗喂一次狗粮，老婆竟然把我锁在郊区别墅3天，房子失火。我打电话和老婆求救，求她把钥匙的位置告诉我，她却不紧不慢地回我：今天是子俊的生日，你别想搞破坏，等子俊生日过完，他开心了，我自会放你出来。我想要自救，可是水被停了，信号被掐断了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大火包围。等到屋内物品烧成灰烬，我烧的只剩下白骨，也没等到救援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的尸体躺在角落里，被大火烧得惨不忍睹。我的胃空荡荡的，被关在屋内的第3天，林佳怡断了我所有的食物，只因为我忘记给周子俊的狗喂狗粮，狗乱吃东西中毒。他觉得我在吃醋，故意害死周子俊的狗。周子俊泪眼朦胧地痛斥我：你为什么要虐待小白？如果你不喜欢我，我走就是了。不等我解释，林佳怡就蹙着眉唇角，紧抿盯着我。她语气冰冷：谢瑜，你真够恶毒的。她怒吼：道歉。我摇头：林佳怡，我没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拢共替周子俊照顾这只狗，被咬了3次，打了3次狂犬疫苗。昨晚我只是打狂犬疫苗，吃了药，困了忘记给狗喂狗粮。我怎么也没想到这只狗会乱吃东西中毒，连子俊的一只狗都要欺负。你可真不是个男人。过几天就是子俊的生日了，你这么容易吃醋，就待在这里别出来了，省得出来破坏子俊的生日宴会。啪！周子俊举起手，一巴掌落在我的脸上。我正准备还手回去，林佳怡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。既然你死不悔改，就待在这里，直到你愿意认错为止。林佳怡将我锁在了郊区的别墅里。大火起得突然，所有的窗子被封死，而且我3天没吃东西，根本没力气跑远。我抓起手机给林佳怡打电话：林佳怡，钥匙呢？林佳怡正在为周子俊举办生日宴会。她不冷不淡地回我：这才几天你就受不了了？你虐待子俊狗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子俊的狗有多难受？今天是子俊的生日，你别想搞破坏，等子俊生日结束了，他开心了，我就放你出来。我歇斯底里地喊：林佳怡，着火了，求求你告诉我钥匙在哪里。只听见他冷笑一声：你又想玩什么把戏呢？害死子俊的狗还不够，还想破坏他的生日吗？嘈杂的声音里，一道男声传来：佳怡，快来切蛋糕了。电话里响起生日快乐的祝福，而此刻的我却被困在火场里，等待着死亡。佳怡，你让于哥一起来吧。林佳怡说：不了，他来了肯定不安分，他这个人就是善妒，等一下又莫名其妙的吃醋，把他关起来饿几顿，他才会知道错。我的鼻息被烟雾呛到，断断续续地发出呜咽的求助。电话被挂断，我打电话给消防，却发现屋内的信号被掐断了，厕所的水也被停了。靠在墙角，我用手不断地扒着窗户，试图将锁死的窗户打开，直到我的手磨破流血，也没能将窗户扒开，只能在痛苦中任凭火焰将我吞噬。死后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灵魂飘到了林佳怡身边。办公室里，林佳怡刚刚开完会。以前我时常缠着林佳怡，喜欢做爱心便当送到她的办公室，而我已经1个星期没有来过了。她忽然想起什么，蹙了一下眉眼，问助理：谢瑜呢？他考虑好了没有？他什么时候愿意给子俊道歉？助理脸色一变，思虑一会儿回答：林总，谢先生应该还在别墅里。林佳怡顿了一下，
他什么时候愿意给子俊和小白道歉？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？他这么恶毒，就应该教训一下才会听话，否则只会毫无底线的吃醋，连一只小狗都不放过。助理正准备离开，给我打电话，林佳怡却突然叫住他：“等等，让他多待几天，过几天再将他放出来。”助理犹豫半晌，最终还是点头：“好。”上一次被周子俊的狗扑倒，我跌倒在地上，后脑磕到石头。林佳怡看着我不为所动，她用脚踢了踢我的手：“谢瑜，演技不错，只可惜我不吃你这套，装什么？快起来！”直到我的脑袋流血，林佳怡脸色一变，才让助理送我去医院。见我脸色不好，林佳怡只是随意地安慰我几句。不过就是撞到了头，又没有伤到哪里。但是子俊的狗只有这一只，当着我的面，周子俊抱着狗对着林佳怡：“看，这是妈妈。”他们对着狗自称爸爸妈妈，可林佳怡却因为不在乎而把我们的孩子打掉。他的借口永远都是工作忙。周子俊的狗生病的时候，林佳怡着急的不行，带着周子俊和狗赶往医院。我生病的时候，他只会冷哼一声问我：“又装病有意思吗？”就连一条狗的性命都比我值得他费心。周子俊的狗中毒的这些天，林佳怡天天陪着周子俊跑宠物医院，对着一只狗，林佳怡露出了心疼的表情。可我住院的时候，她也从未露出过一丝心疼的意味。周子俊的狗康复出院，林佳怡还让助理订了蛋糕。今天也是我的生日，我的尸体在别墅里，却无人知道。助理小心翼翼地询问：“是给谢先生订蛋糕吗？”林佳怡拿着手机的手愣了一下：“他配吃吗？你也别帮着他一起试探我了。订一个宠物蛋糕送过来，快点，记得不要放巧克力，狗不能吃巧克力。看啊，他连狗不能吃巧克力都记得，却不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。”我的灵魂飘荡在空中，看着林佳怡陪着周子俊和一只狗过生日，我觉得荒诞又可笑。周子俊搂过林佳怡的肩膀：“佳怡，谢谢你，你对我真好。”林佳怡笑了一下，靠在他肩头：“傻瓜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，一定会让他给你和小白道歉的。如果不是他恶毒到不给小白吃饭，小白也不会吃这么多苦。”说完，他眼里闪过一丝狠戾。林佳怡打开手机看我的微信聊天框，我已经很久没给他发消息了。助理推门而入，面色有些难看：“林总，郊区的别墅好像发生火灾了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”林佳怡名下的房产很多，他想了想便说：“发生火灾就灭火。”助理叹气：“可是谢先生好像还在别墅里。”话音落下，林佳怡却笑了，她眼神森冷地瞧着助理：“吴助理，谢瑜告诉你的吗？他开这种玩笑，不过就是为了逃出来罢了。他就是想躲避惩罚。你告诉他，除非他给子俊道歉，否则他别想出来。”助理硬着头皮回答道：“好的。”助理离开，办公室被人猛地踹开。徐婉婷站在林佳怡面前，声音颤抖：“林佳怡，谢瑜呢？”林佳怡不紧不慢地抬头：“在别墅里。”徐婉婷是林佳怡的好闺蜜，是我们大学的共同好友。那谢瑜怎么不接我电话？林佳怡无所谓地笑了笑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和林佳怡淡定自若的神色比起来，徐婉婷显得焦急。她揪住林佳怡的衣领：“林佳怡，你是他老婆，你不知道谁知道？”林佳怡慢悠悠地在协议上签字，拍开揪住自己衣领的手：“他在郊区的别墅里，你可以自己去找他。不过在他给子俊道歉之前，我是不会放他出来的。”听到别墅，徐婉婷脸色沉了几分：“
郊区那里这么偏远，连外卖都送不进去。他去了这么多天，吃什么？林佳怡顿了一下，他一个大男人自有办法，总归饿不死。何况这只是我给他的惩罚。我说了，只要他愿意给子俊道歉，我就放他出来。他既然不道歉，那就别想出来了。离开前，徐婉婷瞪了他一眼。他开车来到别墅找我，打开别墅门的时候，忍不住皱眉挡着鼻子，里面全是烧焦的味道。他脸色一变，立马冲到了我的房间，门已经被烧黑，轻轻一撞便开了锁。黑黢黢的尸体缩在角落里，看见我的尸体，徐婉婷瞬间愣了神色，她不可置信地跪在了我的身侧，就那样木讷地看着我。看着看着，她掉了一滴泪水在我的手上，而我的尸体像是许久未汲取过水源的沙漠，立马将那滴泪水蒸发了。死之前，我又口渴又饿，我最怕热了。被大火吞噬的时候，我生不如死。那一瞬间，我彻底后悔爱上林佳怡了。徐婉婷跪在我的尸体边上，颤抖着手给林佳怡打电话。林佳怡，她死了。林佳怡沉默半晌，倏地笑了一下。徐婉婷，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幼稚了？陪着她玩这种游戏。男人急促地喊了一声：佳怡。小白吐了，林佳怡脸色也随之一变，立马说：行了，我儿子病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徐婉婷怒吼：你还是不是人？他是你老公，你老公死了，你还对着一只狗喊儿子。可惜林佳怡没听见徐婉婷后面说的话。林佳怡抱着狗急匆匆地赶往宠物医院。周子俊自责道：都怪我，都是我没有保护好小白。林佳怡挽住他的手，温柔安慰：小白不会有事的。周子俊怀抱住他：小白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不能没有他。林佳怡点头：我们的孩子不会有事的。林佳怡对着一只狗都能这么深情款款，对着我却不行。狗送进抢救室，周子俊着急地流出泪水，真是好演技。林佳怡阴沉着一张脸给我打电话，我的手机早就在火里烧成一片灰烬了。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我打了3个电话，只不过还是为了向一只狗讨要一个公道，让我为一只狗道歉。周子俊越难过，他就越讨厌我。他打电话给助理：你现在让谢宇滚过来，现在立刻马上去别墅把他揪过来。我的尸体被徐婉婷带走了。助理到别墅的时候，只看见被烧得漆黑、惨不忍睹的房间，房间的墙上带着血迹，那是我痛到抓着墙壁挠出来的血。看见这一幕，助理都不由得害怕。血迹夹杂在墙壁上、地板上，恰好这时林佳怡又打电话过来催了。他怎么还不给我滚过来？不就饿他几顿，让他体会一下小白被饿的经历？他有什么好闹的？助理颤颤巍巍地回答：林总，谢先生他好像死了。林佳怡听见这话怔了一下，很快他的神色就恢复了平静。呵，他死不了，他这么恶毒的男人，祸害遗臭千年。你警告他，要是小白出事了，就让他拿着他的命来陪葬。林佳怡，可是啊，我比狗先死了，要陪葬也是狗来给我陪葬。林佳怡一直觉得我恶毒，可是曾经学校的团建，他被困在暴雪里，是我背着他回到酒店的。那个晚上，他烧了整整一夜，迷迷糊糊看见了我的手链。可后来周子俊捡走了我的手链。林佳怡一直认为救她的人是周子俊。和林佳怡结婚后，我向他解释，可他不相信。他觉得我为了让他喜欢上，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。狗抢救出来，林佳怡神色焦急，立马走上前去。这只狗在林佳怡这里的待遇都比我要好。周子俊担忧地抱着狗，
爸爸在这呢，别怕，没事了呀，以后爸爸会保护好你的。林佳怡接过狗，将它护在怀中。如果早知道和林佳怡在一起会让我生不如死，我也不会爱上她了。燃成灰烬的不仅是我的尸体，还有我的心。林佳怡不喜欢我，我向来是知道的。我总以为啊，她是块冰，我迟早可以将她融化的。可是她的心是石头做的，死缠烂打，追了她整整3年。我满心欢喜的天天给她送早餐，练舞蹈的时候给她送水。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他对我的态度忽然有了转变，送水送早餐的人变成了他。他倒追了我1个月，在朋友的起哄下，我答应了。有一天，他开口问我：“我嫁给你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”他没说什么事情，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。为了和他在一起，我什么都愿意呀。他说：“周子俊得了白血病，需要骨髓移植。你和他配型成功，你能不能为他捐骨髓？”大概是昏了头，我答应了。林佳怡也兑现了承诺，和我结婚。我以为他喜欢的是我，其实他喜欢的是我的骨髓。婚后我们常常吵架，林佳怡总是淡定自若地看着我：“谢瑜，别闹。”我说了，我们结婚我就不会和子俊有联系了。婚后，林佳怡怀孕3个月的时候，周子俊和小白来了。因为有了孩子，我本不在意他们会发生什么，可是没几天，林佳怡却流产了。我心痛万分，更心疼她的身体。林佳怡却告诉我，是我自己打掉的。目前我只想专注事业。事业，她分明是为了周子俊，不想生下我的孩子。一想到我未出世的孩子，我的心就开始绞痛。看着林佳怡小心翼翼地将一只狗抱在怀里哄，就连狗吃东西，她都拿着勺子亲自喂。她安慰周子俊：“子俊别担心。”周子俊难过道：“可是我得了白血病，不能有孩子了。佳怡，我把小白当成孩子，他死了我就没孩子了。”林佳怡顿了一下：“我和谢瑜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，我可以生。”听见这话，我笑了，笑我自己傻，傻到我的喜欢的人让我给他喜欢的人捐骨髓，我都愿意。甚至他还在谋划着要把我们的孩子给别人养。周子俊看着他，这样对谢瑜会不会不太好？他温柔地瞧着他：“不会，没事的，我生下的孩子他管不着。”我的尸体被徐婉婷运走了。今早周子俊闹得要死要活自杀，他大出血躺在医院里，他是熊猫血，我也是。林佳怡对助理说：“放他出来吧，子俊现在在抢救室，让他马上去医院给子俊献血。如果不是周子俊自杀，林佳怡大概这辈子都不会来看我一眼，也不会将我放出来。只是我已经死了。”助理面色凝固，吞吞吐吐回答：“可是林总，谢先生不在别墅里，谢先生的房间已经烧完了，谢先生可能遭遇不测了。”林佳怡猛地起身，身后的椅子被他起伏的动作摔倒在了地上。他神色阴沉：“现在去别墅，我看他准备演到什么时候？这么能演，不给他颁发一个奥斯卡都可惜了。”别墅很偏僻，几乎荒无人烟，所以火烧起来的时候无人知晓。门被推开，林佳怡就冷笑一声，嗅了嗅，装挺像的。为了和子俊争风吃醋，连房子都给我烧了。他朝着别墅大喊：“谢瑜，滚出来！你现在出来，我就原谅你了。”可是无论他怎么大喊，我都不会出来的。助理带着他走向2楼的房间，走到门外的时候，他的眼神暗淡了几分，有些惊讶，而后情绪很快就恢复了。就算看见被烧成灰烬的房间，他也不相信我死了。直到现在，他都觉得我是为了逃避。助理指着墙角的血迹，
那可能是谢先生的血。他的目光看向那道血迹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这不过就是他的谋划罢了。他拔高音量，似乎认定了我还在别墅，并且没死。谢瑜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别跟我玩什么花招。如果不是你害小白中毒，子俊也不会自杀。你不道歉可以，现在立刻马上出来给子俊献血。周子俊闹自杀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他上演了好几次，多到我记不清了。这招数他无论玩了几次，林佳怡还是会相信他。他每一次自杀就失血过多，我就需要为他捐血。另一边，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，徐婉婷守在我的尸体边上。她不是我的亲人，也不是妻子，没法为我火化。要给我火化她，还是得联系林佳怡。但林佳怡根本不相信我死了，她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手段。林佳怡在医院里徘徊，给我打电话。这一次的电话被打通了，接的人是徐婉婷。我的手机烧毁了，但是电话卡没有。她将我的电话卡插到了新的手机上。林佳怡拧着眉眼，话音冰冷：“谢瑜，你现在立马滚过来给子俊捐血。要是子俊出事了，就拿你的命来赔。”这话我都要听腻了。有本事让周子俊和他的狗一起来，我陪我。徐婉婷默默地听他说完。林佳怡，你就不是人，他都死了，你还要这样对他？林佳怡抿着薄唇，嘴角勾起。徐婉婷，你喜欢他是吧？你们两个不会背着我搞在一起了，说不准你现在陪着他在哪里厮混呢？要不然你陪他演戏做什么？徐婉婷脾气向来温和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她红了脸。林佳怡，你自己肮脏，就不要看别人也脏。林佳怡也不爽地拔高音量，带着愠怒回答：“我告诉你，他要是这么想死，就赶紧去死，整天把自己的生命拿来开玩笑，动不动就死。他有本事就去死，别让我看见他还活着。”徐婉婷不再说话，挂掉电话。她无奈地哀叹一声，抱着头埋在双膝下。她走到我的尸体边上：“对不起，就连你死了，我都不能照顾好你。我的火化进程也因此耽搁了，我的尸体没法火化，我也不想火化，因为我是被烧死的。死后我怕火，我还是希望徐婉婷别执着地为我火化了。生前我最喜欢围着林佳怡转，为她做爱心便当，送早餐。她随手将我的早餐送周子俊，周子俊还发了一条朋友圈：早餐真好吃。如果不是周子俊那条朋友圈，我也不会知道原来每天辛辛苦苦做的早餐他都没吃。我和他吵架。林佳怡严肃地看着我：听好了，谢瑜，就算我不给子俊，也会扔掉的，别什么醋都吃。要是你醋意这么大，就别送了。周子俊自杀住院了，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：佳怡，我想吃于哥做的早餐，可以吗？林佳怡顿时清醒了。我现在去找他做。林佳怡打我的电话，但是被徐婉婷拉黑了。她立马急匆匆地跑到徐婉婷家底下。徐婉婷，谢瑜躲到哪里去了？子俊想吃他做的早餐，让他赶紧做一份。徐婉婷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人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林佳怡，你真该死，你不配当他的妻子。林佳怡的嘴角溢出血液，她的眼神冷了几分，抬手准备打回去，倏然她又放下了手。徐婉婷，真是可惜了，他就是我的舔狗，你再喜欢他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喜欢林佳怡，并非我一意孤行，我觉得他曾经救过我。高3的时候，我就是被困在火场里，是林佳怡救下了我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喜欢上了他，所以后来我才会不顾一切地救下雪山里昏迷的他。徐婉婷垂眸冷笑了一声，
嘴角扯起的笑似是自嘲。林佳怡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曾经我因为要和林佳怡在一起，和父母闹到断绝关系，以至于婚后的2年我都没有和父母联系过。妈妈知道我给周子俊捐了骨髓的时候，她一个人坐在病房外哭了1个晚上。那个时候我内疚过，我不顾一己私欲，可是最难受的人是妈妈。我愿意救周子俊，也不仅仅是因为喜欢林佳怡，更是因为她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。和林佳怡没有婚礼，只是简单的吃了顿饭，但是妈妈没有出席。她说我要是敢结婚，就断绝母子关系。为了和林佳怡在一起，我真的和妈妈好久没再联系过。我生日那天是我死后的头七，林佳怡在给一只狗吹生日蛋糕，只有妈妈记得我的生日。妈妈好久联系不上我，她来到了我住的城市。来到这的时候，她又忍不住抹了一把泪水。妈妈那么渺小，却又那么伟大。我爱林佳怡的同时，却忘记了爱妈妈。妈妈2年后主动给我打电话，却想不到接电话的人是陌生的女人，收到的是我的死讯。徐婉婷将我的尸体移交给了妈妈，尸体看上去惨不忍睹，外人看见都恶心的程度，只有妈妈心疼。宠物医院的医生告诉林佳怡，狗不是食物中毒，也没有挨饿过，就是狗上了年纪，生命快要到了而已。人有生老病死，狗也是，这是正常的。这一晚，林佳怡一夜未眠，心事重重。直到周子俊说自己好像要犯病了，他到了医院，守在周子俊的床边。我为周子俊捐过骨髓，所以我的身体素质也没之前那么好了。漆黑的夜里，属于我的手机号码拨通了过去。徐婉婷将我的手机卡还给了妈妈。打过去的时候，林佳怡有些惊喜：“你终于肯认错了，想明白了是吧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过来接你。”话音落下，久久没有得到回复。佳怡，我是谢瑜的母亲。林佳怡握着手机的手停滞在半空中。妈妈极力克制着自己的哭腔。为什么谢瑜死了这么多天，你都不管他？为什么？闻言，林佳怡的脸色刷得白掉了。她蹙眉：“妈，你在说什么？被饿了好几天。死前我的脸颊都瘦了许多。”林佳怡失火的别墅被举报了，举报的人是妈妈。她走到别墅底下，看着一圈的警察，神色恍惚，走到2楼那间锁着我的地方。警方告诉她，那个角落就是我死掉的地方。她愣住了，她抬头看着警方，不可能，她肯定逃走了。直到警方拿出我的照片，她相信了。警方指着角落那干涸的血迹，检测过 DNA， 是你丈夫的。林佳怡紧紧捏着那张照片，缓缓地摇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不会死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我只是想惩罚他一下，他这么爱我，怎么可能舍得离开我？”他瞬时失去所有力气，双腿发软，跪在了地上。他用双手覆盖在那干涸却鲜红的血迹上，那血触目惊心，血沿着墙壁到窗户，窗户上还有我的手掌印。他出神地看着警方：“这是油漆对吗？”警方不说话，他又看着助理：“你告诉我，这是油漆对不对？你说呀，你说这是油漆。”所有人全当她因为丈夫离世接受不了疯了。这时周子俊打着电话，喜悦地告诉他：“佳怡，小白的病好了。”周子俊再次开口：“佳怡，你不来看看小白吗？”林佳怡紧闭双眼，沉默地将电话挂掉。在警方的带领下，林佳怡看见了我的尸体。法医告诉她，死者胃部在死前好几天未进食了。听见着，林佳怡一直垂着的头在此刻猛地抬起，她看着法医，眼里似乎带着一丝犹豫和不敢相信。
林佳怡跪在我的尸体边上，尸体被烧得腐烂难看，我只是想饿他而已，我没有想让他死。他握着我的手，手上的指甲被烧光了，头发也是。因为喜欢他，在他面前我向来在意形象，可是此刻死掉的我早已形象全无。他晃了晃我的手，醒来呀，谢瑜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你为什么睡着了？他为了周子俊的一只狗，不惜将我饿着。徐婉婷冲进里面，毫不犹豫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林佳怡面无表情地看着徐婉婷，任凭她打骂自己。徐婉婷大喊着：“你为什么要把她锁在房间里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？”林佳怡，你一直以为当年救你的人是周子俊是吧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知道他手上的疤痕是怎么来的吗？是当年就你留下来的。你把别墅的信号断了，谁也断了。你真狠，你恨不得要了他的命是不是？林佳怡喃喃自语：“我没有，我只是把别墅锁了而已。”林佳怡推开徐婉婷冲出去，她油门一踩就找到了周子俊。他的脸色不再是往日那般温柔，而是带着阴森森的冷意看着病床上的周子俊。周子俊有些害怕，声音虚弱：“佳怡，门是不是你锁的？”周子俊看着他：“佳怡，你在说什么？”他声音又冷了几分：“门是不是你锁的？”周子俊颤抖着捂着伤口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疼。”这一次，林佳怡却不为所动了。宠物医院的医生打电话告诉我了，小白不是食物中毒。你次次让我误会谢瑜给小白下毒。还有，别墅的房间门我从没锁过，只有你有别墅的钥匙。周子俊脸色苍白，想要为自己辩解。林佳怡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：“周子俊，当年救我的人不是你对吗？”周子俊不敢说话了。警方介入调查，林佳怡回到了家里。夜里，她忍不住红了眼眶，她靠在窗边，眼泪一点一点滚落。这时，她才注意到柜子上的体检单，胃癌早期是可以治愈的。抱着那张单子，她哭了很久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别墅的失火是人为纵火，纵火的人被抓到了，是周子俊雇佣的。林佳怡恶狠狠地看着周子俊紧紧握着的拳头，她忍不住颤抖地质问：“周子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周子俊低头笑了笑：“林佳怡，是你自己要将他关在别墅里的，是你亲手杀死了爱你的人啊！当年救你的人确实不是我，是谢瑜，推你下雪山的人是我。”林佳怡的眼睛红了：“你是疯子！”周子俊头发凌乱，双手戴着手铐：“我是疯子，你也是，是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。”他连扇周子俊几巴掌，他的嘴角瞬间溢出血液。周子俊傻傻地笑笑：“林佳怡，你喜欢我，你怎么能嫁给他呢？你明明那么爱我，我不过是看你快喜欢上他了，所以才忍不住出手了。”周子俊打开我死前的录音，他打开音频，里面全是我歇斯底里喊救命的声音，还有虚弱的道歉：“林佳怡，我错了，我不喜欢你了，求你放我出去好不好？”每一句虚弱无助的哭喊都有力地砸在了林佳怡的心上。她猩红着双眼看着周子俊：“够了，你别放了！”她捂着耳朵哭泣。林佳怡间接导致了我的死亡，她在法律的意义上被宣判了无罪，可只有她知道，是她害死了我。尸体下葬那天，下起了很大的雨，林佳怡被拦在了葬礼的外面，她不顾安保的阻拦，要冲进来，被妈妈赶了出去。妈妈哭着抱着我的遗照：“我的儿子死得那么痛苦，你知不知道他最怕热了？他却死在了火灾里。我的孩子被你整整饿了3天，你为了一只狗要了我孩子的命。”屋外瓢泼大雨，而对于我这个死在火灾里的人觉得很舒服。死之前，
我热到失去知觉，我饿到胃部发麻。如果可以托梦多好，希望我的坟墓前多一点吃的。下葬的时候，妈妈听法医说我生前饿了3天，她为我带了很多我爱吃的东西，还有一把扇子。我的灵魂狼吞虎咽地吃着这些贡品。林佳怡有很多房产，她所有的家都灯火通明。她说怕我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可我觉得太好笑了。烧死我的那个房间里装着无数的零食，还有无数的水。林佳怡待在那个房间里整宿，看着角落的血痕，她眼神呆呆的。4年，在同一间屋子里，林佳怡用和我同样的死法自杀了，可是她没死成，成了重度烧伤。比起死亡，重度烧伤更为痛苦。她的脸不再像以前那般好看了。她戴着口罩在我的坟墓前，对不起，我不好看了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她笑了笑，摇摇头，你再也不会喜欢我了，是我把你害死了。笑着笑着，她哭了。往后余生，她时常在半夜噩梦缠身，身上的伤口也永远愈合不了。那些灼烧不断地提醒着她愚蠢的过往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